每个孩子都对暑假充满期待。小学3年级的郑南刚放学，就和好友兴奋地冲出了学校。今天开始就是漫长的暑假了。他和好友在路边挥手告别，然后各自回家。吃过饭后，郑南换好衣服，提着足球出门。可到了球场，发现空荡荡的。教练告诉他，从今天起足球班也放假了。说完便骑车离开。自从父亲去世后，家里只剩郑南和奶奶相依为命。奶奶白天在附近超市上班，每次都留下饭菜就走。从球场失望而归的郑南决定找好朋友小思，可刚到小思家楼下就听说小思正和父母去度假。无奈的郑南只好独自回家。郑南帮奶奶放快递时，意外发现了一张老照片，上面是奶奶抱着他，旁边站着一个漂亮的女人。小郑南知道这女人是自己从没见过的妈妈。思考片刻后，他下了个大胆的决定，把照片和零用钱放进书包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。他决定趁暑假去枫桥找妈妈，结果刚出门就被一群小混混围住，他们抢走了所有的零花钱。好在人困境时被下班的邻居阿姨发现了，把那帮小混混臭骂了一顿后，把钱还给郑南。听说郑南想一个人去枫桥找妈妈，邻居阿姨不放心，于是让自己那个吊儿郎当的老公陪郑南一起去，叮嘱他一定要确保小男孩的安全。那男人虽然不太乐意，但见妻子的脸色，只好答应。于是郑南就和这个看起来很凶的大叔踏上了旅程。结果两人第一站就去了赌场，才一会儿的功夫，大叔就把路费5万日元全输光了。他接着又惦记上郑南的零花钱，先命令郑南拿出仅有的2000日元，然后让他在1和9之间挑2个喜欢的数字。郑南犹豫了下，选了6和3，于是大叔果断全押了。新手大礼包还真不坑人，这次郑南还真就蒙对了。当天晚上，大叔就带他去潇洒了一回，还找了一群姐姐陪他写暑假作业。第二天天刚亮，郑南就醒了。邻居大叔自信地说，今天一定带他去找妈妈。结果下一秒，两人又回到了那个自行车赌博场。大叔给了郑南1万日元零花钱，让他继续选2个幸运数字。谁说好运不会光顾傻瓜？郑南连续错了6次，大叔彻底爆发，不仅把那1万日元没收了，吃晚饭时还让没钱的郑南在门外等。等他出来时，邻居男孩早已不见踪影。旁边的伙计说，那个小孩好像被一个光头男带去了前面的公园。大叔赶紧跑了过去，终于在关键时刻把郑南从光头男手中救了出来，并叮嘱郑南以后不要轻易跟陌生人走。大叔反身回去，又狠狠揍了光头一顿。大概因为之前的事让他心里过意不去，他不停地安慰郑南，说一定会带他去找妈妈。说到做到的他趁着出租车司机上厕所时溜进驾驶室，打开双闪一脚油门，连夜赶路。跑了1夜后，大叔把车子没油了丢在路边，然后叫醒熟睡的郑南，继续出发。到地方后，你得介绍我。赶了半天路，俩人累坏了，于是找到一家度假酒店休息。大叔给郑南买了泳衣和墨镜，一大一小来到泳池边。郑南迫不及待下水，他问大叔要不要一起游。大叔犹豫了一下说不用了不用了。可在听到郑南怀疑自己是不是不会游泳的时候，他立马说混社会的都会游，然后套上泳圈，在郑南面前表演经典的狗刨。下一秒，大叔栽进水里起不来，幸好郑南叫来了酒店的救护人员，大叔才捡回一条命。失掉颜面的他回到房间，又开始练狗刨换气，毕竟混社会的不会游泳怎么行呢？第二天，大叔带郑南把度假酒店整个逛了个遍，什么地方不能进他们就进，还在禁止垂钓的地方钓鱼。在这规矩满满的世界，这个浪荡大叔仿佛就是来破规矩的。退房后，他甚至让酒店前台小哥送他们，理由是钱都花在酒店了。最后小哥把他们带到一个停车场，说这里顺风车很多去枫桥的。临走前还给了郑南一点零花钱，让他买零食吃。他真的是太喜欢这个小孩了。等小哥走后，大叔立刻给郑南画了个可怜妆，然后让他去找小情侣求搭车。果然小姐姐心软了。途中休息时，那个短发小姐姐还给郑南表演了杂技，看得邻居大叔目瞪口呆。不过他立刻露出不屑，
这种小花招出来混，谁不会啊？不甘示弱的他马上拿来橘子练习。小姐姐还送给正南一个有翅膀的蓝色小书包，正南背上后很高兴，围着这对小情侣转圈圈。远远看去，他们就像幸福美满的3口之家。最后热心的小姐姐才把他们送到巴士站。邻居大叔一边丢橘子一边骂街，谁知道这巴士站能不能坐到去枫桥的车呢？这时一个戴草帽的男人走了进来，趁他去后面上厕所，大叔悄悄用3个橘子换男人的午餐。等男人走后，大叔把他递给正南2个饭团，笑着说这是酒店准备的。大叔说完就去上厕所，顺手拿起剩下的饭团走到旁边吃。人要倒霉起来真是邪门，刚拆开包装饭团就掉地上了。他的第一反应是捡起来继续吃，结果脚一滑，摔了个4脚朝天。吃完饭后，大叔马上让正南去拦车，可这次假装可怜的招数却不管用了。不信邪的大叔决定自己换上行头，戴上墨镜，一个萎靡的中年，把盲人演得惟妙惟肖。但下一秒大叔就被撞倒，等他回过神来，肇事车早跑没影了。晚上遇不到顺风车的他们俩，只能在破车站过夜。看着靠在自己身上熟睡的正南，大叔心里一阵难受。原来这孩子跟自己一样命苦啊！夏天的雨总是来得快去的也快。第二天早晨，天气晴朗无云，邻居大叔果断带着正南步行出发。这一次他们总算遇到了热心人，一位梦想成为作家的穷游小哥，直接载他们到了枫桥。到妈妈家门口附近时，正南再也走不动了，大叔没办法，只好自己去敲门。正巧碰到正南的妈妈从屋里出来，大叔看到女人后立刻想回去拉着正南走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正南亲眼看到妈妈牵着对方，温柔地和那对父女告别。远处的正南垂下头，失落地转身离开。大叔带着偷偷落泪的正南到了海边，安慰他妈妈可能已经搬走了。他让正南先等一下，自己过去打听一番。借口回来时，大叔从骑摩托车的兄弟手上免费拿了个幸运物，然后回到海滩找正南，惋惜地说：“你妈妈确实搬家了，但留了这个天使之灵，不开心时摇一摇，会有天使来帮你。”他话音刚落，便递过铃铛。小正南不知，天使早已悄悄来到他身边。安慰完正南，大叔便带他踏上归途。夕阳下，海浪轻轻拍打岸边石头，目送着他们渐渐离去。晚上，大叔带正南去庙会，不仅在打把摊赢了玩偶，还给捞鱼摊的老板上了一课。玩了小游戏后，大叔带他去旁边寺庙祈福，结果回身看到摊主领人堵在门口。正南眼睁睁看着嘴硬的大叔被他们带走，直到很晚他满脸伤痕的回来。大叔说自己不小心在楼梯摔倒，正南没说什么，转身向远处跑去。跑到一家药房后，他才停下来拼命敲门。最后他带着大包小包回到了寺庙边，小心翼翼地帮那个倔大叔擦去脸上的血。夏夜的风温柔地抚平了大叔的伤口。第二天早上，两人继续启程回家。路过芋头地时，邻居大叔还给两人做了顶植物帽子。没钱吃饭时，大叔就去帮人摘玉米赚钱，结果一转身却碰到了之前那位穷游小哥。摆摊卖玉米时，小哥听说了正南的事，建议去露营放松一下。于是他们3人开车到了河边，刚刚帮正南准备好鱼竿，摩托兄弟正巧经过。长发胖子笑道：“这种地方哪有鱼？”马上就为自己的话尴尬。好大的鱼！钓了条大鱼后，大叔仍不满足，催促八爪鱼赶紧上场。一阵嬉闹过后，大叔找到正在鼓捣摩托车的胖子，让他送自己去附近的一家养老院。在养老院里，大叔见到了自己的母亲，但最后他只是远远看了一眼便转身离开。回程中，大叔始终沉默无言，回到露营地后也一直闷闷不乐。小瘦子觉得气氛很压抑，连忙去拉他一起玩，就算是为了正南也好。大叔笑着说：“别小看他，自己也是出来闯荡的。”说完就让胖子去敲鼓，给正南准备了一支地道的土著舞蹈。晚上穷游小哥还给正南讲了北斗七星的故事。旱灾时，一个小女孩去给生病的母亲找水，结果水没找到，还晕倒在路边。醒来后，她发现自己的水痘居然满了。
女孩高兴地准备回家，可这时一只快渴死的小狗跑了过来，小女孩把水分了一半给了它，那个水痘最终变成了银色的，慢慢升到天上。小哥说，即便自己缺少爱，也会给别人带来温暖，因为他头顶上闪耀着北斗星。正南听完似懂非懂的点头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叔被咀嚼声吵醒，起床发现大家在吃西瓜。他问胖子：“西瓜哪儿来的？”胖子指着旁边的瓜田笑着说：“这可是农夫的心血啊！你们竟然去偷！”吃完西瓜后，大家和正南一起玩敲西瓜的游戏，又玩了一会儿1、2、3木头人。在离别的前一晚，正南做了个梦，梦里北斗7星高挂夜空之中，邻居大叔和3个哥哥不停换装陪他玩游戏。正南很开心，他觉得一定是天使去过，暑假才让他们来陪自己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露营结束后，摩托兄弟跟他们告别，把正南他们送到家门口后，穷游小哥也离开了。他还要继续旅游，收集小说素材。菊次郎的夏天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走不完的公路，无尽的旅程，终点又变回起点。正南和大叔的难忘夏天结束了，我们的夏天才刚开始。想到的事就大胆去做吧，遇到喜欢的人勇敢追求，尽管结局可能不变，但从你迈出第一步开始，你已经在改变了。大叔，你叫什么？从超市拿东西回家是偷吗？阿志觉得没问题，因为店里的东西卖出去钱都不算谁的。从10到祥太起，他就是这么想的。两人碰拳后开始行动，很快把需要的物品全部拿齐。阿志立刻挡住店员的视线，祥太则熟练地把物品装进书包，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出超市。回家路上，他们还买了点可乐饼，边走边吃。在离家不远的公寓走廊，他们又看见了那个女孩，她一个人坐在地上，寒风中发抖。阿志问她妈妈在哪，女孩不说话，只是摇头。祥太让他们赶紧走，不然可乐饼要凉了。可是阿志犹豫了，最后他勉强笑了笑，问女孩要不要吃可乐饼。当阿志带着那个瘦弱的小女孩回来时，大家都露出了诡异的表情。奶奶埋怨地说，捡东西也要捡值钱的吧。亚纪则是问祥太为什么没给她带洗发水。女主人信代问小女孩叫什么名字和几岁了。当得知尤里已经5岁时，她有点惊讶，因为这个小女孩太瘦弱了。最后信代还是让阿志吃完饭赶紧把她送回去，这里可不是收容所。就在这时，奶奶发现小女孩全身都是伤痕，尤里小声地说是不小心摔倒的。吃完晚饭后，信代和阿志送尤里回家，刚走到公寓门口，就听到了激烈的争吵声。我也不是故意生下你的。听到这句话，信代突然沉默了，然后蹲下身紧紧抱住小女孩。最后两人把尤里带回家了。隔天一大早，祥太被吵醒，他从衣柜缝隙往外看，原来那个过夜的小女孩尿床了。奶奶开玩笑地对尤里说，怎么没道歉？尤里马上熟练地连说几声对不起。这时阿志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出门了。每天凌晨他去工地打零工，工作又苦，工资还低得可怜。相比之下，信代好多了。他在一家洗衣店工作，平时偷偷翻顾客衣袋补贴家用，这些都是他与同事心照不宣的小秘密。奶奶平时都待在家，但今天却很忙，拉着尤里的手给他擦药，嘴里不住地念叨着痛痛飞走。这时居委会的人突然来访，奶奶赶紧让祥太带尤里从后院出去，然后才慢吞吞地去开门。尤里跟着祥太到了小河边，有2个背书包的小孩，他们并肩从旁边走过。祥太嘟囔了一句，没办法呀，在家学习的人才会上学吧。沿着河边走，就到了街角的大河屋。趁店主去拿烟的时候，祥太做了个祈祷的手势，然后赶紧拿了一瓶洗发水和一包糖果。到了门口，他示意尤里快跟上。晚饭时，亚纪忽然问信代，这样做真的没问题吗？怎么看他们这行为都像拐骗啊。信代连忙解释自己没去要赎金，而且对方好像也没报警，怎么能算诱拐呢？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有动静，受伤的阿志被工友搀扶着进来。信代有些生气地踢了他一脚，看这情况估计得有几个月不能干活了。果然第2天信代就开始抱怨他的伤。阿志虽然不爽，但也不敢反驳。幸好奶奶那边每个月
还能领6万日元的养老金，真得感谢他老伴儿，这能领到他去世为止。看他那开心的样子，一副他攒的钱似的。明明是我在照顾他，是我一直在照顾。这几天有理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，外出时他总是跟着祥太。阿志回家后会教他几个小技巧。那天他们3人一起去钓具店进货，阿志受伤后吸引了店员注意，祥太镇定自若地拿了几根鱼竿，好友里只是负责拔掉门口的防盗器。看到祥太得手后，他才跟上。回家的路上，阿志笑着夸有理很卖力，可祥太却说这么点是他们2人也能搞定，何必带上这个拖后腿的呢？他说完就怒气冲冲地跑了出去。晚上，阿志在一辆废旧的面包车里找到了祥太，问他是不是不喜欢有理。祥太摇了摇头，他只是觉得2个男生在一起会更快乐。然而阿志却说待在那个家必须有用，让有理帮忙是最好的方式，明白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有理是你什么人啊？妹妹，那我就是你。算了，快说了。时间就这样慢悠悠的过了2个月。这天，祥太突然说有理上电视了，原来是幼儿园老师发现有理很久没来，于是去家访，结果发现他失踪已久。媒体现在吵得很热。阿志的第一反应是问有理能不能自己回家，但信代让他别说傻话。有理最终决定留下，为了保密身份，信代给他剪发，还带他买换季衣服。路上信代非常开心，一般人没法选择自己的父母。一到商场，祥太就负责望风。奶奶抱了一大堆衣服过来。有理在试衣间选小裙子时，却非常抗拒。他问信代换完衣服会不会打他，信代听了呆住了。回到家后，他和有理一起洗澡。有理指着信代手上的疤痕问怎么回事，信代笑着说是以前被熨斗烫的。这时有理也伸出手臂，说他俩的伤疤一模一样。洗完澡后，信代点了火炉，紧紧抱住有理，把他以前穿的衣服当着他的面烧掉。被打情，不是因为你错了，都是骗你的。伴随阵阵蝉鸣声响起，炎炎夏日终于到了。白天大人们上班时，祥太带着有理玩耍，他们去河边看船，去公园找蝉蜕，给还没蜕壳的蝉加油。玩累了，祥太带有理去了大河屋。今天他让妹妹试试。有理认真地学着哥哥的祈祷手势，然后他迅速拿起一个小彩球冲出商店。俩人正要离开时，却被店主大河屋喊住，把这个给你，别让妹妹再这样做呀。与此同时，信代也碰上了大麻烦。洗衣厂的老板把他叫过去，说工厂为了裁员，他们2个工资最高的女工只能留1个，老板让他们自己决定留下谁。下楼后，女同事就让信代把剩下的名额让给他。信代当然不乐意，毕竟他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可是同事接下来的话让信代完全拒绝不掉。我意外看到了你和那女孩一起。晚上回家后，祥太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告诉了阿志他们今天被大河屋老爹发现的事。阿志听后无所谓，敷衍地说有理做这事确实太早了，趁信代还没找到新工作。大家商量后决定带有理出去玩。隔天全家就坐上开往海边的火车。到了目的地，大家都很兴奋。阿志带祥太下海学游泳，亚纪抱着有理和浪花捉迷藏，信代在沙滩上陪奶奶边吃边看大家玩闹。奶奶担心地说这种好日子不会长久，信代却劝他别瞎操心，他反而不这么觉得，血缘关系相处起来比较随意。奶奶听了这句话后瞄了他一眼，然后笑着说信代看仔细了还是蛮好看的。信代被盯得有点不好意思，赶紧起身跑了出去。他走后，初枝奶奶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远远看着牵手的众人，轻声说了句谢谢。从海边回来后没多久，一个清晨，初枝奶奶安详地走了。慌乱中，阿志想叫救护车，结果手机被信代粗暴夺走。他说奶奶已经离开了，就算送医院也无济于事，还安慰亚纪不要太难过，生离死别是自然的事。为了继续领奶奶的养老金，信代和阿志商量了下，最后决定在家里挖个坑，把初枝奶奶埋了。挖坑的时候，阿志很认真，叮嘱祥太忘掉奶奶，
现在家里只有5口人了，生活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去停滞。这天，阿志带祥太去停车场找目标。祥太突然问他：“这些不都是别人的吗？”阿志愣住了，半天没回答。最终，他从口袋里拿出小锤子，问祥太要不要试试。祥太摇摇头，转身走了。阿志虽然觉得不对劲，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抡起锤子砸破车窗，然后抓起包包拉着祥太飞速逃窜。你救我的那时候，什么？那时候你也是打算偷东西吗？那时我只是单纯帮你。回家后，祥太带着尤里去了大河屋，结果却发现常年营业的小商店今天却没开门，墙上贴着记中2个字，但没上过学的祥太只认得中字。他有点怀疑这家小店是不是要关门了。从大河屋出来后，他们去了超市。突然，祥太好像想起了什么，他让尤里在门口等，不让进来。就在他准备在货架下手时，回头却看见妹妹尤里在后面跟着。祥太立刻大喊让他回去，可尤里误认为哥哥在催他快点，于是悄悄拿了一袋零食。这种场景被祥太看到，没多想，他马上冲过去吸引店员注意，然后抓起一袋橘子跑出超市。但瘦弱的他怎么能跑呢？身强体壮的成年人，最后在天桥上被堵住，被2名店员前后夹击，稍微犹豫了一下，随即跨过栏杆跳下去，橘子带跟着他散落一地。尤里见状哭着跑回家，听说后阿志和信代赶往医院，还好祥太只是伤了腿。旁边的警察这时候想要请他们回警署做笔录，信代急忙说家里还有其他孩子，先回家准备住院的用品再来。说完就拉着阿志赶紧离开医院。回去后2人慌忙收拾重要物品，阿志手拿祥太的鞋子，嘴里安慰尤里别担心，等会儿去接哥哥回来。结果4人刚到门口就被赶来的警察抓了。在发现尤里就是几个月前失踪的女孩后，所有人都非常重视起来，警方决定对他们分别审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家庭终于被公众关注。信代原来的丈夫总是家暴，她最终不堪忍受，选择了离婚，但前夫还是一直纠缠不清。有一次她和阿志约会时被前夫撞见，前夫拿刀想杀他们，阿志自卫夺刀，失手杀了信代的前夫，结果被判防卫过度入狱。他出狱后，他们就一起生活了，这应该算正当防卫吧？不杀他就是我们被杀。尽管阿志一直解释说，他们只是看小女孩可怜才暂时收留她，但警方最终还是把这案子定性为诱拐。尤里也被送回了原生家庭。尤里的亲生母亲在媒体前表现得很脆弱，当被问及为何女儿失踪，2个月都未报案，她冷静地解释说，以为犯人会打电话过来。亚纪口中是这么透露的。警方在那栋房子里发现了初枝奶奶的遗体，信代最终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罪责，诱拐小女孩的是他，埋尸体的也是他。女警察让他想清楚，毕竟遗弃尸体是重罪。信代却说他没有遗弃，只是找到了被别人抛弃的初枝奶奶。对面的女警察听得云里雾里，因为信代主动认罪，其他人都被释放了。祥太被安排进了福利公寓，并且开始正常上学。尤里回到原生家庭后，生活恢复了往常状态。为何没有一句对不起？服刑前，信代问对面的女警官，这是尤里自己说愿意回去的吗？女警察点点头，表示同意，毕竟孩子都离不开母亲。但信代却说尤里绝不会这么说，孩子需要母亲，这些话都是母亲的自以为是而已。生孩子就等于好母亲吗？女警察高高在上的说自己理解信代不能生育的痛苦，所以才去拐走孩子，对吧？只是她不清楚那2个孩子的情况。孩子平时怎么称呼你？的叫妈妈吗？女警的话让信代心里的伤口再度裂开，有些问题注定无解。此刻信代也不明白自己为何泪流不止，他是怎么叫的呢？不久后，祥太找到了阿志，2人约好了去海边钓鱼。祥太还解释了假饵的种类和区别。阿志问他这些东西是在哪学的，祥太说从书上。钓完鱼后，2人去探望信代，得知祥太考了第8名，
信代开心的笑了。临走前，信代告诉他一件事：当初他们是在淞沪的小钢珠店捡到他的车子，是一台锡制野牌照的红色 Vitz。如果祥太愿意的话，以后能找到亲生父母。这也是信代叫阿志把他带来的原因。一年四季又一轮，从看守所出来10天已经很晚了。阿志带着祥太回到出租的房子吃泡面。祥太说现在回福利院一样会被骂，今晚自己就暂时住在这里吧。听到这话，阿志也笑了。晚上2个人挤在一起睡觉。祥太问他们当初是不是想丢下他逃走。阿志沉默了很久，最后他说了声对不起。第二天陪祥太等车时，阿志显得有些愧疚又不舍，想说再见却说不出口。上车前，祥太告诉他当初自己是故意被抓的。阿志听完如释重负，点了点头，然后重重地拍了拍祥太的肩膀。目送祥太上车后，阿志的愧疚感依然存在，甚至越来越强烈。他追着公交车边跑边喊祥太的名字，祥太低下头不发一语，帽檐掩盖了他的表情。等耳边听不到声音后，他才轻声说了一句爸爸。这部关于亲情的电影就在此落幕。电影里有2个争议点，一个是祥太出事的那晚，阿志他们是不是真的打算丢下他？但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他为什么要带走祥太的鞋子？另一个是祥太到底是不是故意被抓的，还是为了让阿志不那么内疚，找了这个理由来安慰自己。导演视之愈合，最后也没给出答案，但此刻答案似乎已经不重要了。他们是被最重要的人抛弃的可怜虫，却组成了一个温馨的家庭。虽然彼此没有血缘关系，却比原来更幸福。他们是小偷，但偷的是别人不要的亲情和生活夹缝中的温暖。可惜那些真心话，只能默默说给自己听。